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糖糖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万物有灵系列新南皮质拼接包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。这款包包分为织片1、织片2、织片连接、包口钩边和装饰。先将所有织片完成后进行连接，然后再在包口进行钩边，最后制作装饰。接下来看织片1，织片1分为钩织织片、皮革织片和织片组装。先讲钩织织片，钩织织片分为第一个花片、其余花片和钩边。先制作第一个完整花片，后面所有花片都是按照顺序边钩边与前一个花片进行连接，完成后进行钩边。花片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，中途需要换色，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引拔针、长长针2针的造型针、短针、长长针3针的造型针、左针3针的狗牙拉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钩第一个完整的花片，取出对应线材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我们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我这里线材随机。首先环形起针，右手拿起线头，在左手食指上绕2圈。现在左手食指上一共有3根线，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线圈重合的位置，取出，左手挂线，转移线圈，右手拿针，穿入线圈，将线勾出，再钩一个锁针做固定，拉紧，这样环形起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一圈，立4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线圈里钩一个长长针2针的造型针。长长针2针的造型针的钩织方法是先钩2个长长针的未完成针，先钩第一个，钩针绕线2圈，穿入线圈，绕线钩出。现在钩针上有4个线圈，绕线，从钩针上前2个线圈中穿过，重复2次。这样一个长长针的未完成针完成，再钩一个长长针的未完成针。完成后，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，一次钩出。这样长长针2针的造型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一个左针3针的狗牙拉针，后面简称狗牙拉针，先钩3个锁针，接着挑下方造型针左侧这根线，也就是倒数第3个锁针的里山，钩一个引拔针，
这样狗牙拉针就完成了。继续钩4个锁针，然后在线圈里钩一个引拔针，不拉紧。我们将开始的锁针到现在的针法看作一组，这一圈需要钩4组，还剩3组，大家将它完成。完成后，拉到线圈，收一下起针的线头，一共有2个线圈。先轻轻拉动起针的线头，发现有一个线圈活动，拉紧活动的线圈，还剩一个线圈，直接拉紧线头，这样线圈就收好了。第一圈完成。结尾钩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，将线头穿入缝针，在反面打结固定。完成后，接着来钩第2行，这一行是在上一圈狗牙拉针的洞眼里钩织。首先对着图解取出对应线材，先打一个活结，形成线圈，接着取出钩针，穿入任意一个狗牙拉针的洞眼里，并穿过线圈，将线勾出，调整线圈大小，接线完成。接着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里钩3个短针，
钩织时，将接线的线头放在钩织上方藏一下。完成后，钩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5厘米线头断线。这样就在一个狗牙拉针上钩好了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在其余3个狗牙拉针上也钩好。完成后，第2行完成。下面来钩第3圈，钩针穿入任意一个狗牙拉针上的中间这个短针针目，取出线材进行接线。完成后，钩4个锁针起立。同一位置上钩一个长长针2针的枣形针。钩的时候，可以将线放在钩针上方藏一下，也可以后面用缝针长。接着再钩4个锁针，同一位置里钩一个引拔针。不拉紧。接着在左侧针末上也钩一个引拔针。4个锁针起立。同一位置里钩一个长长针3针的枣形针。长长针3针的枣形针就是多钩一个长长针的未完成针。完成后，在左侧狗牙拉针上的第1个短针针目里钩一个长长针3针的枣形针。4个锁针，1个引拔针，继续左侧针目上钩一个引拔针。我们将开始到现在的针法看作一组，这一圈就是再钩3组，大家按照这样的演示钩完这一圈。
最后的引拔针勾在接线位置。完成后，勾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。大家将所有线头在织片反面藏好。接着来看一下，为了后面连接方便讲解，我们将这4个单独出来的枣形针看作织片的拐角，其余是边。接下来继续勾第2个花片，先参考图纸钩织，一直将前2圈勾完。这里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了。下面来勾最后1圈，需要连接第1个花片，先按照图解勾到连接前，也就是先勾完一组循环。完成后，先勾4个锁针起立。同一位置再勾一个长长针2针的枣形针，完成后拉到线圈，取出钩针，接着取出第1个花片进行连接。先找到任意一个拐角，织片正面向上，钩针从上往下穿入枣形针针目，并穿过刚才拉到的线圈，将线勾出。这样就连接好了。接着勾4个锁针，左侧织片枣形针的同一位置上勾一个引拔针，这样拐角位置就连接好了。接着在左侧针目上勾一个引拔针，4个锁针，一个长长针3针的枣形针，然后连接边，拉到线圈，钩针穿入右侧织片边枣形针中间的针目，并将线圈勾出。接着勾一个锁针固定。完成后，继续在左侧织片的针目上勾一个长长针3针的枣形针，接着4个锁针，同一位置里勾一个引拔针，这样边就连接好了。继续钩织，然后连接第2个拐角。
完成后，后面就按照图解正常钩织即可。这样，第二个花片就与第一个花片连接好了。后面剩余花片就都按照图解排布图和第二个花片的连接方法连接好。这样花片就讲完了。花片连接好后，下面进行钩边。先钩第一圈，找到连接好织片的任意一个拐角进行接线。先按照图解钩完这一圈，这样第一圈完成。下面来钩第二圈，先调左侧枣形针后面几根线，钩2个引拔针，不拉紧，然后拉大线圈，钩针从枣形针针目穿入，并将线圈钩出。下面开始钩第二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上钩一个短针，然后钩7个锁针过渡。左侧空一个枣形针，在左侧相邻枣形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，7个锁针过渡。完成后，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均匀钩织对应数量的锁针动眼之间7个锁针连接。完成后，与第一个短针引拔连接。这样钩边第2圈完成。下面来钩最后一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上钩3个短针，左侧锁针动眼里钩7个短针，调齐整个锁针钩织。
完成后，左侧短针针末上钩一个短针，后面就是按照在锁针洞眼里钩7个短针，拐角短针上钩3个短针，其余短针针末上都是一一对应钩短针。大家按照图解钩完这一圈。完成后，引拔连接，钩一个锁针固定，结尾预留织片3倍左右的线。这样，钩边最后一圈就讲完了，钩织织片就完成了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再钩一个，然后放一旁备用。下面来讲皮革织片。皮革织片是先按照纸样裁剪好，然后开始按照纸样上的小点在皮革上戳洞，最后在上面进行钩边。请看演示。先取出纸样，将它沿着最外框边缘裁剪好，然后将纸样放在荔枝皮上，用水削笔沿着纸样在荔枝皮上画一圈，并裁剪下来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白色水削笔画了后要稍微等一会儿才会显现出来。是在荔枝皮有绒毛的这一面画，这一面是反面，另一面是正面。荔枝皮裁剪好后，我们要用锥子在纸样上的小点一一戳出洞眼，注意不要弄坏纸样。将这一圈戳完，完成后，将纸样放在荔枝皮反面有绒毛的这一面对齐，然后取出水削笔，在每一个洞眼里点一下。使荔枝皮上显现出水削笔的痕迹。完成后，取出锥子，按照点好的水削笔位置戳出洞眼。荔枝皮戳好洞后，翻到正面，取出钩针，穿入拐角位置的洞眼，然后取出线材进行接线。
接着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上钩一个短针，两个锁针，一个短针，短针大致拉至与荔枝皮一样高，后面在左侧这条边的洞眼里钩一个短针，短针左右钩3个锁针连接，一直钩到下一个拐角洞眼前。完成后，在拐角位置洞眼里钩3个短针，短针之间2个锁针过渡。后面拐角位置的针法就按照这里的演示钩织即可。边的洞眼里都是钩一个短针，短针左右3个锁针连接，大家按照图解钩完这一圈。最后补齐第一个洞眼里的短针和锁针。这样皮革织片第1圈完成，第2圈大家按照图解完成即可。接着大家按照这样的演示再做一个，这样皮革织片就讲完了。下面演示织片组装，取出钩织织片和皮革织片，先用线临时将2个织片的4个角固定在一起。
然后在边的位置均匀固定几个点。大家将它固定好。我这里已经固定好了。钩织织片正面向上，皮革织片有绒毛的一面朝下。接着，将钩织织片预留的线穿入缝针，缝针要能穿过珍珠。再取出一颗小珍珠穿入，我这里颜色随机。将它缝在钩织织片拐角位置中间这个短针上方，并同时穿过皮革织片，戳的洞眼里。大家可以再固定一针，标记的线头可以取下了。这样一颗珍珠就缝好了。然后将线过渡到钩边倒数第2圈，左侧这个短针上方针目穿出。注意，缝针是从皮革后面穿出。完成后，取出一颗珍珠，缝在此处。完成后，又将线过渡到倒数第2圈的下一个短针上方针目，取出一颗珍珠，缝好。可以发现，都是在洞眼左右的短针上方缝合。
后面就是按照这样的演示缝合珍珠，边都是在短针上方缝合，拐角是在中间短针上缝合。完成后，将线头在反面打结固定。大家多藏几针，这样织片组装就讲完了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将另一个织片组装完成，这样织片1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。接下来看织片2，织片2的制作方法与织片1当中的皮革织片方法一样，我这里已经提前准备好了。下面学习2个织片的连接，先将织片按照示意图摆放好。我们先连接竖向的这边，取出线材，打一个活结，左手挂线，钩针先穿入左侧织片1下方拐角位置中间这个短针，进行接线。另一个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钩一个引拔针，注意连接的引拔针都不拉紧，接着钩一个锁针过渡，然后取出右侧织片2，找到对应位置短针的针目，从短针的反面入针，钩一个引拔针，继续钩一个锁针过渡，然后又穿入左侧织片1的下一个短针针目，钩引拔针，
一个锁针过渡。继续在右侧支片2的下一个短针针目钩一个引拔针，一个锁针过渡。后面就是在每个针目上钩一个引拔针，之间一个锁针过渡，一直勾到下一个拐角位置中间这个短针。完成后，钩一个锁针，接着取出支片2，在拐角位置中间这个短针上钩一个引拔针和一个锁针过渡。注意这里钩的稍微紧一点。接着取出支片1，在拐角位置中间这个短针上钩一个引拔针和一个锁针过渡。后面先一直钩到右侧支片这个拐角位置中间的短针。完成后，继续一一对应连接，一直钩到左侧支片的拐角位置。完成后，右侧支片会剩几针不钩织，结尾断线藏线。这样竖向这条边的连接方法就讲完了。竖向连接好后，再横向连接，从右侧这里连接到左侧结束。下面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4个支片中间这个连接位置。
在已经竖向连接好的位置，需要再钩一次，使中间没有洞眼。连接的位置也需要钩1到2针。然后继续在左侧已经连接的短针针目上再钩一次。这样中间就连好了。后面继续将这条边连好。大家横向连接完成后，剩下2个边，再将它连接好。连接方法都是一样的，大家将它完成即可。这样织片连接的方法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包口钩边，就是沿着组装好的织片，在包口钩织即可。用到的新针法有反短针，请看演示。取出包包，来钩第一圈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。找到任意一个织片的拐角位置，从中间开始接线，完成后，先一针对应一针钩短针，一直钩到2个织片连接位置前。完成后，在连接处钩2个短针，然后在左侧织片上一针对应一针钩织，后面遇到像这样的连接处，都是钩2个短针，其余位置都是一针对应一针钩短针。大家钩完这一圈。最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，这样包口钩边第一圈完成。下面来钩第2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上钩一个短针，下一针是钩反短针，也就是反着钩短针。右侧空一针，
钩针穿入右侧第2个短针针目，钩一个短针。这样反短针就钩好了。后面就是像这样，空一针不钩，在右侧相邻针目上钩一个短针，一直钩完这一圈，这样钩边第2圈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装饰，分为扣带、包带、扣眼和珍珠装饰。先制作扣带，并与低字扣组装，然后钩织包带，组装在低字扣上，最后钩织扣眼和安装珍珠。先学习扣带，扣带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来回往返钩织，完成后与低字扣组装，请看演示。取出线材，打一个活结，钩针穿入线圈，调整合适大小，掀起对应数量的锁针，完成后来钩第1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调锁针上方的一根线，依次钩6个短针，这样第1行完成。下面来钩第2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在下方短针针目上一针对应一针钩织，一共钩6个短针。这样第2行就完成了，后面几行就参考第2行的演示钩完即可。完成后，结尾预留30厘米线头用于缝合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再钩3个。下面进行组装，取出一个扣带和低字扣，将低字扣放在织片的中间，用预留的线将织片两端稍微固定几针，然后将织片放在包口拐角位置的反面，将它与钩边最后2圈进行固定。固定方法没有要求固定牢固即可。
这样就固定好了。打结藏线。大家多藏几针，然后将其余线头也藏好，这样一个拐角位置的扣带就固定好了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将其余3个位置也固定好，这样扣带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包带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来回往返钩织，完成后绕圈钩一圈边。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针、中长针、4针的枣形针，请看演示。取出线材，先起5个锁针，接着钩第1行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接着在倒数第6个锁针上钩一个中长针4针的枣形针，后面简称枣形针。枣形针的钩织方法是先钩4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，先钩第1个，钩针绕线1圈，穿入，绕线钩出，这样一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就完成了。再钩3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，钩后面几个时要与右侧线圈大致一样高，可以用中指按住绕线位置，以免线圈忽长忽短，影响美观。完成后，绕线一次钩出，这样枣形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2个锁针过渡，枣形针的入针位置再钩一个枣形针，完成后，在最后一个锁针上钩一个长针，这样第1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2行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在下方锁针盾眼里钩2个枣形针，枣形针之间2个锁针连接，完成后挑上一行起立针第3个锁针的2根线，钩一个长针，第2行完成。后面行数大家按照第2行的演示钩完，或者一直钩到110厘米长。完成后不断线。下面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钩边，一个锁针起立，在下方长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，右侧锁针盾眼里钩2个短针，
完成后，右侧起立针上钩一个短针，接着在右侧每一行整个挑起边缘钩2个短针，大家按照图解钩完这一圈。结尾预留20厘米线头用于缝合。这样包带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。下面将包带顺着丁字扣依次穿过。我用这根线当做包带，演示一下穿过的方法。先从任意一个丁字扣穿过，然后顺着方向依次穿过。最后将包带的两端缝合起来。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缝合方法。卷针缝合，缝合平整即可。然后打结长线，这样包带组装的方法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扣眼，采用锁针滑行起针的方法绕圈钩织，完成后缝在包口任意一侧的凹陷处。最后分别在凹陷处缝一颗大珍珠。请看演示，取出线材，先钩对应数量的锁针，接着与第一个锁针引拔连接，注意锁针不要拧起来。起针完成，然后调起针的锁针动眼，钩对应数量的短针。完成后引拔连接，结尾预留30厘米线头，穿入缝针，将引拔这一侧缝在包口凹陷处。完成后，取出一颗大珍珠，缝好。这样就完成了。其余3个凹陷处就缝一颗大珍珠即可。
到这里，这款产品的制作方法就全部讲解完了。如果大家在制作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，输入姐家，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